睽违了5年，再次前往北海道。机场捷运真是我们出国好伙伴。出站咯，买到库航往北海道的超便宜机票，额外柜台给网络报到的人快速托运行李。确认一下登机位置，然后就直冲免税保养品了。先买，回国后再领货。机场也有些商店可以逛。先吃点东西垫垫胃。基本上不便宜，但跟联航的夸张餐食算很划算了。点了一份排骨饭套餐，卤排骨上面有一层肉酱，当然是要拌白饭咯。先吃一口，就卤肉饭，卤油豆腐还不错。高丽菜比想象中好吃，清脆鲜甜。再来一口卤排骨，排骨卤的超级软，整体味道稍微偏咸，但算好吃。库航飞北海道这班机是从新加坡飞来，放旅客下机后转飞北海道，时间差不多咯。我故意选了后排位置，所以先放我们上机。漂亮的空姐，出国就是开心，所有事物都美好。位置好多呀，大家陆续上机。机上餐食，波音787的窗户很好玩哦，可以改变颜色，完全多光的样子。玩手表的反光，今天天气真好。准备起飞啦！拍照是一定要的啦。最期待看到的画面，预定的机上餐点来咯，饭很硬，就是个微波食品，酱不难吃，但饭真的不行，而且太贵了。随餐甜点，巧克力冰淇淋，好吃。我想吃斑斓蛋糕，必须要买这个了，很像菜瓜布，好香哦！漂亮的颜色，斑斓味真的很香，蛋糕体很一般。好，老公手卡住了。北海道有点远了，
黄昏了。终于快到了，平安降落，抵达新千岁机场。天色暗下来咯，在机场发现宝可梦中心。满满的宝可梦娃娃，每只都想要。皮卡丘，搭机场线来去今天的住宿点。我们先到南千岁，换乘 JR 千岁线到三小木。第一次在日本听到电车鸣笛。到咯，三小木是个有港湾的工业都市，且北极贝的产量是日本第一。因为我们明天要往南到函馆，所以选这边当中祭点。看到我们今天的饭店咯，就在车站旁边而已。Hotel Wing。开门会有啾啾声，很可爱。放行李后来去觅食。附近有个景厅，是个商业区。路上很多食堂与居酒屋。原本是要吃这家荣寿司，但里面客满了，老板不收客人了，可惜。网络上的评价很好哦，大家有机会来可以去试试。边逛边找喜欢的餐厅。路上的人很少，也没有观光客呢。这里是一个两边都是小吃店家的小巷弄，没有什么人潮。店家有很多也没开，应该是疫情关系，还没完全恢复，人真的很少，感觉蛮萧条的。这里餐厅绝大部分都是居酒屋。找了一间评价很高的餐厅，在前面转角，也是居酒屋，酒水饮料喝到饱。我们先来个海老天冻与天妇罗定食，单点的菜单，再来一个北极贝天妇罗与秋刀鱼紫苏卷，生鱼片就丝鱼吧。这页看起来就是下酒菜，等很久。炸虾天冻终于来了，点餐后老板现炸的，香喷喷、热腾腾的，满满的炸虾，5只炸虾跟2个蔬菜。食材与手艺都是一品，真心不骗。米饭的酱汁也调得非常好。那个特色，那个组合的那个。天妇罗的面衣炸得酥脆，裹得非常漂亮。然后再把它挤在这里。这个挤柠檬的夹子好可爱，这样使用。沾点柠檬汁吃清爽解腻，真的来对了。日本的米也是我们最爱，来三小木一定要尝尝他们的北极贝。Q Q 脆脆，很有嚼劲哦，好吃。满满秋刀鱼的味道，紫苏的香气完全压不住了。
对于腥味敏感的朋友请避开。切得很大块哦。来，非常新鲜，入口即化，非常好吃。这家点完餐后，老板从头开始制作，所以上餐等很久，但是非常的美味。在我吃过的天妇罗中，一定是前3名。吃饱饭，慢慢的散步回饭店了。日本的店家很多都会在门口播放音乐，氛围真的很棒。来北海道一定要逛一下全日本满意度最高的 Cyclemart 便利商店，只有北海道有分店哦。我就爱日本面包。这个看起来好好吃。要买这个吗？好，买这个。买，饼干条哎。都买。哈密瓜甜筒捏。买一个吗？等一下路上吃掉吗？就算刚吃饱，也不影响我吃甜点啦。塞满满的冰淇淋柜。这有那个袜子。这个麻薯冰看起来也很诱人。调理包里面含肉类，不能带回台湾，可惜。冷藏甜点区也很诱人。北海道土产区。北海道的秋花妹。它这个真的是秋花妹哦，秋花妹。是不是？是吧？鲑鱼皮哎。鲑鱼皮，不知道新不新？会不会超车？不知道，你要吃吃看才会知道有没有超车。不能像口红这样吃吗？是不是？很酷哎。还有那个美林咖啡、牛奶糖。日本人真的很爱喝酒，当饮料卖，超大一罐不到1000日币。酒柜旁边就放着养肝保健品。全部都是养肝。好好笑。喝完酒记得也要养肝哦。我这次来北海道就是要来买南山大吟酿。买大吟酿啦。对，那这个不是它的。是特别纯米而已。大饮料比较好喝。又绕回面包点心区了。复活的人气商品枝豆面包，喜欢枝豆买一个。我还要吃那个一包一包的小豆豆，它都不出。说好的边走边吃呀。来一口。哇，好香哦！满满爆炸的哈密瓜味。好香好香。QQ 对对。真的 QQ， 好奇妙的口感。所以它不太会融化。不像双麒麟。啊 QQ 啊。今天就分享到这咯，明天来去武林锅。先来去吃 Win 酒店的早餐。烤鲑鱼、烤喜之翅、炒蛋、茄子天妇罗、炸烧麦、大阪烧、炒乌龙、鲑鱼子、腌制乌贼、沙拉区、加芦笋美乃滋、
胡麻酱、芦笋布丁，每天限量50个。三小木特产北极贝饭，当然要来一点。自制鲑鱼子冻，超爱鲑鱼子。真棒！再来一个加海苔的高级版。北极贝饭，这个早餐太享受了。每日限量50份的芦笋布丁，有点像奶酪。底下有焦糖，好吃。门口公告牌写着早餐的食材细节，很用心。美林咖啡我外带了一杯，好喝，很顺口。来去买点电车上的零食，有酱油丸子。北海道哈密瓜果冻买一个，西洋梨果冻，我喜欢西洋梨也买一个。这边超商的热食跟便当蛮厉害的，饭团的样式很日本风，饭团的种类很多。土产区。苹果形状的糖果，这个有一颗颗分开包装，买一包，每包看了都想买。这里是南瓜，对啊，真的很漂亮。啊，这是彩色南瓜，这个伍斯特酱，这次来北海道要买几瓶回台湾，小小一瓶，小小可爱，超小瓶的 Q 比美乃滋。不知不觉也买了一包，回饭店准备退房前往函馆。饭店的小贩卖部发现可爱的三小木吉祥物，买了，这是旅行的印记。来，去搭车啦！路上发现没有见过的超商，所以最近这个清凉堂很红。那个上面可以看。还是买主角群的图案好了。这里的伍斯特酱比较大瓶，到处都有。就是这里啊。这个包装好像小朋友的吹泡泡罐哦。调味酒的种类很多呢，跟哈密瓜的。想要柚子口味跟哈密瓜口味。好啊，哈密瓜比较特殊。买了。好多种台湾都没有卖哦。哦，这看起来都不错。真想每种都买回去试试。北海道的牛奶真的好便宜。时间快到了，再大概晃一圈。车站内的小七发现有北海道特有的蓝电果忍冬做的蛋糕，怎能不买呢？出来就是要买到开心。蓝电果奶油夹心饼也有卖单包的，又一包。出发函馆，告别三小木啦。
我们买 JR Pass 搭北斗号快车。前一天就划位了指定席。开心的铁道点心时间。昨天晚上买的红豆甜甜圈。这种组合没有不好吃的道理。体验一下哈密瓜果冻。这个令人惊艳的好吃耶！口感像极哈密瓜打成泥后做成的果冻。我要搬一堆回台湾。试试蓝靛国忍冬的奶油夹心饼，不知道是什么味道，有点微酸，有点像蓝莓的味道，非常适合做成奶油夹心。这个我们个人很爱，很好吃。随车的北海道介绍读物，根式的渔产介绍，这个插图也画得太美了。被这个寿司便当的照片读到，待会函馆下车一定要去买。快到大沼公园站咯，在车上可以直接看到大沼浮优。接近目的地函馆了，抵达。先来去函馆观光案内所，推荐买电车1日券，只要搭个3次就回本了。想要哪天使用就刮开当天的日期，来去找想吃的寿司便当。又被酒吸引了。找到了，今天中午吃这个。人气第一，这个看起来也不错，都买都买。久违的函馆，先来去饭店寄行李。路面电车是函馆的特色交通工具，摇呀摇的。到了离五棱郭公园前电车站不远的饭店 Smile Hotel 微笑饭店，这家我住3个晚上双人房，台币约5000元而已，很推。既放完行李就是午餐时间啦，刚刚买的火车便当，另外还买了一个蟹肉便当。看起来真高级，有2种口味，淋上随附的酱油，一口闷。很喜欢日本的腌制寿司，不同于新鲜鱼肉的风味，熟成后的鱼肉味道更为浓郁。另一种在鱼肉上铺一片薄薄的腌萝卜与柚子片提味。蟹肉便当，满满的蟹肉风味，整体味道很一般，就是人气第一的来咯。鲱鱼甘露煮加鲱鱼卵便当，
这个飞鱼卵吃起来波波响耶。来，甜甜的飞鱼甘露煮，就是那个试试。吃起来很像罐头鱼肉，整体来说也还算好吃。吃饱来去玩咯。路上发现有韩馆当地的皮件品牌 OSIO， 很特别，来看看。它们的图样都是动物，但每只动物都会有饰品在身上，戴红帽与穿高跟鞋的褐 T 恤，打领结金头冠包，咬缎带的马来貘，捡到海洋之心的须鲸，好多好有创意的图案。继续搭路面电车去下一个景点，目的地汤仓神社。汤之川站是这条线最后一站，电车到这边就回头了。汤仓神社，超级大的鸟居。先到手水亭洗手，先洗左手，再洗右手。参拜一下汤仓神社。七福神之一的大黑样羽神兔。兔子是传播喜讯的吉祥神兽。鸟居后方是丰寿道和神社，供奉道和大明神。韩馆跟土方岁山有很大的渊源，所以到处都有它的相关讯息。这个神社有个特别的东西，这也是这次来这里的目的，就是这个虾夷神签，共有15款，要收集完得跑遍整个北海道哦。立马抽起来。每个神社有自己的获取神签方式，这边是用吊的。竟然有不同颜色的乌贼，先钓一只白色，再来一只金色。其实有点难度呢。上钩啦！叫我们家小侄女也来钓一下。哇！看来毕业。我来钓一只。后来发现还有银色的乌贼藏在下面。为什么要这样子用力啦？它会咬的，它会脱钩。在钓虾子的概念，它是会脱钩哦。你现在在夜市吗？那个摇。终于要大力抽竿了，要抽竿啊！这是钓鱼的基本啊。银色的乌贼，不知不觉钓了一堆。也是有其他造型神签，但就不是北海道限定的了。财神福袋铃铛，金运财运当当当。带金钱满满。乌贼造型皮革钥匙圈，手居球造型手机吊饰，兔子与手居球，
东西其实不少。这里有一个墙面展示手鞠球，超级漂亮的耶！一旁也有实体可以把玩。这里的绘马有好几种样式，除了写上祈愿，还有很多人会在上面画图。这个小朋友画得很可爱呢。你现在跟我讲，离开，来去五棱锅。前往五棱锅路上有不少可爱的雕像。这样吗？会先经过五棱锅塔，待会再来这里，先来去五棱锅公园。公园入口的地图被大家摸到都脱落了，一个洞。新选组的土方岁山最后战死在这边。函馆的优秀景点推荐。最知名的函馆百万夜景是3颗星，五棱锅记与眺望五棱锅是2颗星。五棱锅公园是免费进入，一旁有个五棱锅模型，各个地点名称与位置。护城河。划船是小情侣感情升温的好伙伴。往前有租船中心，我上次来没有开。租船游护城河的人也不少。进去前会经过一个紫藤花架，5月来一定很漂亮。前面有武田斐三郎先生的纪念碑。来的人大家都会去摸一下他的脸，所以被摸得亮晶晶的呢。路上发现简易式和服出租，公园不大，中间就一间奉行所，里面有不少文物展示，收费参观。入场费大人500，小孩250。来去旁边的贩卖部，这里好多黄金神威的周边商品，故事角色的衣着造型袋子，里面有个别口味的糖果、尾形。桃玉王白石，独角不死的3元，女主阿席利帕，月岛，里灯，经典的黄衣，3元的袋子很漂亮，正反面不同图案耶。也有卖零食、下酒菜、起司乌贼、昆布麻薯、挂名5人的酒。这个厌世脸的娃娃呆萌呆萌很可爱。发现盖章处，怎么可以错过？2款5人锅印章 get， 3元不包糖果 get， 这
这里还有盖印章，立马停下来。100。来去五棱锅塔吧。从侧面进来是整个休息区，这里有卖简单的食物，可以看到上方的观景台，这也有印章可以盖。五棱锅塔的勾太君，这里有个超大的纪念品贩卖部。最近北海道雪之精灵的周边超多的，银猴、长尾山雀，圆滚滚的很可爱。咬鲑鱼的熊做成布娃娃造型，大只的。可爱。五棱锅茶杯，雪精灵小公仔，牛铃。是牛铃，大牛铃，飞鼠家族贴纸，好久不见的多魔君，构太君夹子，我的一个夹子，构太君布偶，北海道特产与熊的周边商品，木雕小熊，大只的。这熊脸好可爱，不少相关商品呢。土方岁3系列，北海道原住民爱奴族的传统图腾商品，钱包、袜子、手帕、雪之精灵的手提袋。皮带耶，上班用的皮带，真好看，满满的雪精灵。逛到差点忘记要上观景台了，一个人1000日元。检票是个星星形状的动优，其实一下子就到塔顶了。2星景点眺望五棱锅记，可以看到奉行所跟纪念品贩卖部、护城河上划船的小情侣，还能眺望函馆市区。当然要跟大帅哥土方岁3合照一下啦，铜像是根据他的照片制作的。五棱锅立体模型，这里有五棱锅与土方岁3的历史事迹的小场景公仔，制作的非常精致哦。快速浏览一下。观景台可以到下一层，这边是贩卖部，这边有玻璃可以往下看，看着就脚软。天色渐渐黑落，大家开始点灯了。土方君拜拜咯，这里的夜景也很美呢。五棱锅塔只开到6点，依不舍得离开咯。来去吃晚餐。
来去期待已久的成吉思汗烤肉。这家是旭川的名店，来函馆开的分店。成吉思汗大黑屋，满满人潮，对他们的自营调味料很有兴趣。肉类菜单、小菜菜单、酒与饮料菜单、酒单。入座啦！因为油会乱喷，所以油给围兜兜。服务人员一开始会先教大家怎么烤，先用羊油润锅，火力十足呢。周围摆上蔬菜，再多抹一下羊油，接着可以开始烤肉啦。肉都切很厚哟。烤，超级香的。3种不同部位拼盘，羊排、羊舌，拼盘附赠的蔬菜，烤成这样就可以了。沾一点酱汁。真的好好吃哦，又香又嫩，有羊肉鲜味却没有羊腥味。夹着大葱，沾一点盐巴与辣椒粉。大满足。夹着洋葱吃，多一份清爽滋味，美极了。超级烫的啦！来一口降降温。第一次喝烧酒乌龙茶很搭烤肉，吃烧肉怎能不来一碗饭？这个画面太美了。一口肉。再一大口饭，再来一口酒，还有什么比这个更享受的了？烤羊小排，烤得真漂亮啊，也有点羊肉香肠，真的美滋滋，吃得太嗨，后面都忘记拍了。结账结账，真的好吃，推荐。店家的资讯我放下方资讯文案中，大家要来可以的话先定位，才不会等很久。他们的米饭很好吃，要记得加点哦。花费每人约4000日币左右，吃饱饱开心。今天分享到这里，明天来去早市吃海鲜冻。早安。今天一早搭路上电车往函馆车站，准备到早市吃早餐。抵达函馆站前站。超市其实就在车站旁边，很容易到达。函馆到处都是铜像呢，跟着路标前进。目标点就在前方，
盖饭横丁市场，这里满满的海鲜餐厅。发现盖章点，盖饭横丁市场专用章是个海鲜冻呢。一早满满的人潮，店家超多，会有选择困难哦。之前来过这家，印象很好。门口可以看到师傅现场制作餐食，可选择的样式不少，生食、熟食都有。当然来一份主打的五色冻。先上冰麦茶、小菜。蟹肉沙拉1200日币，招式五色冻2100日币。就是想吃这一味啦。招待必冻1750日币。芥末酱油直接淋上去了，满满鲑鱼子。北海道的海胆完全没有腥味，超好吃。解腻腌萝卜。虾子超新鲜，碧拉虾膏都一起出来了，超棒的啦！你看，脑袋都出来了，新鲜的，把脑袋抽出来了，蟹膏，好好好，很好吃。要不要吃一个萝卜干？你这里。招待必冻有虾、干贝、葱花尾鱼、海胆、鲑鱼，直接淋上芥末酱油。新鲜就是好吃。在餐厅买了一个这里的限定磁铁500日币，吃饱饱去逛市场。这里特色是有卖现吃的哈密瓜，7张哈密瓜1500日币。好甜哦！色泽真的非常诱人。你要吃这个吗？这里除了生鲜外，也有很多礼盒商品，腌制鲑鱼子、毛蟹、各式海鲜。水果摊有很多硕大的西藏哈密瓜，买了一颗硕大的水蜜桃，请店家帮忙切，真的超大，一颗切这么多。
怎么这么好吃？水蜜桃600日币。另外有台湾很少见的黄桃，鱿鱼丝试吃。这个切得薄薄的，调味还不错。还有整包辣味鱿鱼饺，店员超机灵，马上递鱿鱼饺过来试吃。这个好吃，很配酒，有烧到我们，买了，脑波超弱。韩馆特产鱿鱼的水沟盖。这里最有名的就是钓鱿鱼，一进来马上眼睛一亮，不到10秒马上掏钱了。到底是买了什么？是超大片烤鱿鱼。钓鱿鱼有开蛋，今天只能钓虾，没有鱿鱼，可惜。只能带小侄女吃冰了。昨天到韩馆站忘记盖纪念章了，今天来补盖啦。韩馆特产鱿鱼、缆车、教堂。第2个章。耶，好可爱。第3个。那个教堂。第4个。第5个。哇塞，怎么这么多？屈公会堂。还有第6个。没有上色的韩馆鱿鱼水沟盖。再回到韩馆站前站搭路面电车。下一站。金森红砖仓库群，上车，搭车到十字街，其实不远，几站就到了。下车小走一小段路。金森红砖仓库有好几栋，现在里面都是商场，周边环境很漂亮哦。是个闲晃与拍照的好地方。这里其实就在海边，有不少水鸟。它直接丢到洞里面去了。丢下去了，拜拜。进去仓库里面逛逛。这家卖好多玻璃制品，美美的台灯、玻璃书签，这2个我好喜欢呀。好漂亮哦！玻璃耳环，想要。香水瓶好高级的感觉呀！一个满满日式西洋风出现了，韩馆鱿鱼水沟盖。去之后，我
玻璃是玻璃，铁架是铁。这很可爱耶。真的很喜欢。脑波弱，脑波弱。这家的商品很独特，不错哎，是个日本神文土偶图腾的布制品，土偶的图腾很漂亮。乌贼墨染的布料制品，很特殊呢。这家很多手工艺品，带伞的木头青蛙，那个也拔起来了。树懒拇指挂饰，这个是那个二指，可爱。遇到红砖仓库与金青铁道合作活动。也有相关印章可以盖。那感觉好像。这家是韩馆当地的人气甜点店，想吃他们的起司蛋糕布丁。品类也很多哦，因为保存期限很短，带回台湾就过期了，忍痛没买。买了可以现吃的起司蛋糕布丁399日币。发现宝库，这家店有满满的 Deco 猫咪公仔，看得眼睛都花了。超可爱的内，我其实都有在收集 Deco 猫咪。没事拿起来玩玩，很疗愈的。红砖仓库限定的夜，好想要。还有北海道特色款咬鲷鱼烧的熊。哇塞！旁边店家有北海道哈密瓜熊，呆萌呆萌的。超可爱，想要。往前进，发现这家店飘出浓浓的芝麻香味。京都的芝麻福堂开在这里的分店也。店里满满芝麻相关商品，各种口味的芝麻拌饭香松，芝麻蛋糕。胡麻酱，看起来不错。买一罐回家吃吧。但是这个芝麻团子很特别。芝麻冰淇淋液，看到贩售第1名就想试试了。黑芝麻很香。这个好好吃，推荐。黑芝麻冰淇淋日币518元。猫掌马克杯，轻轨马克杯，可爱。各式帽子，
空间很宽广，很舒服。这里的切纸杯超级漂亮的啦！这个也不错哎，这个蓝色我好喜欢呀，但价钱真的不便宜。这个削切的功力真的很厉害，把玩一下过干瘾就好。这个盘子也超级美，在灯光的反射下亮晶晶的。血之精灵的玻璃吊牌，有开店做生意的话，可以买一个吊门口。橘红色款，各种不同图案。逛累了，准备来去吃饭。红砖仓库旁也有不少铜像。仓库旁就是一个港湾，海面上有很多海鸥哦。观光游艇开船后，海鸥也会跟着一起，大概也是跟着游艇等游客喂食吧。中午就吃只有韩馆才有的连锁店——幸运小丑汉堡。这家应该是小丑汉堡旗舰店了。除了汉堡外，还有卖饭类与炒面哦。红砖仓库旁这家座位非常多，比较不会排队。很幸运找到景观位置。可以一边用餐一边看海，享受的乐。餐点来咯！超级套餐日币968元，汉堡很大一个，调味偏甜，我们很爱。荷包蛋汉堡日币539元，这个我们第一次吃，令人惊艳的好吃耶！其实味道有点像台湾的早餐汉堡。满满酱料，大肉排，这个很满足，很可以。油淋炸鸡日币1089元，鸡肉有先腌制过，再裹粉油炸，外表酥脆，里面柔嫩，满满肉汁，超好吃。不过调味偏甜，喜欢咸口的人要考虑一下。起司薯条。起司、肉酱、薯条的经典组合。来的时候薯条都软掉了，其实不太好吃。套餐的乌龙茶，就很一般的无糖乌龙茶，解腻很 OK。还有卖啤酒哦。出来玩时间过很快，吃得好饱呢。满足。这里还有贩卖部，品类也还不少哦。鱿鱼包饭，幸运小丑的日本第一集备团子，幸运小丑美乃滋。
幸运小丑马克杯、水杯、小丑杯子，胸章，这个要很有爱才会买吧。吃饱饭走路来去园厅逛逛，路上发现另一家幸运小丑汉堡，发现穿红鞋的小女孩，真的好多铜像。她的红鞋，发现是民众用红色胶带帮她贴上的，经过最有名的八幡坂。八幡坂这个坡道又长又直，而且可以直直的看到大海。很多人在这里拍照哦。这里汽车也很少。园厅这边真的是个悠闲散步的好地方。这边有另外一个特色，是有很多日式风格洋楼，以及带点洋风的阁楼、日和版。就像马底。园厅公园，园厅公园是位在山坡上，可以直接看到海港，有不少阶梯以及铜像。旁边的树上长满了栗子，毛刺刺的，是栗子哎，扎到人好痛呀！要拍照啊！旧北海道厅函馆支厅厅舍，现在是园厅旅游服务中心。哇，后面那一栋更漂亮。函馆四天王铜像，纪念4位明治时代对函馆有贡献的人。公园的阶梯最上方有旧函馆公民会所，是渐变10度超高的建筑物，黄色与灰色交织，这也是可以进去的。可以付费入内参观。待会儿要往函馆山前进，就不多做停留了。经过一家特别的小店，里面贩售不少俄罗斯商品 ，Richard 替俄罗斯花茶、俄罗斯西洋旗、俄罗斯套娃、俄罗斯彩蛋，很多俄罗斯风的小物。北海道产的果酱。函馆中正教堂。
远听天主堂。对啊。你不要靠近点。穿过教堂群，来到函馆山的登山缆车了。乘车票价12岁、3岁以上。走，来去看函馆100万夜景。是多人乘坐的大箱体缆車。缆车缓缓上升，景观也越来越漂亮咯。甜蜜的小情侣，到山上咯。发现有纪念章，函馆山缆车纪念章，函馆夜景纪念章。发现下面的山路站也有纪念章没盖到，天色渐渐黑了，大家开始点灯咯。看完夜景下山前逛一下纪念品店，还是满满雪精灵相关商品。便当袋。这个包好看，函馆山纪念胸章。纪念 T 恤。这件超好看，可惜只有小朋友尺寸。北海道球藻，镶在任何物品上的熊。鲑鱼子眼罩，这个好好笑。敷衍的。函馆纪念手提袋。鲑鱼子弹黄戈比，好可爱。还有手帕。函馆刑务所系列包包，特色是外观大大的玉字，内里的布料满满的品牌标签。
虾一张的各种口味美酒，听说很好喝，也有不少在地酒种。下山吧，在缆车中看函馆夜景也是个不同的感受。下山第一件要事就是补盖纪念章了。我看。今天最后再绕回金森红砖仓库，晚上这里跟白天有着迥异的风格哟。来去吃晚餐啦！来函馆就是要吃幸运小丑。晚餐吃日式猪肉炒面跟炸鸡咖喱饭。今天筷子开得漂亮，这个炒面非常非常合我胃口，赞啦！热烟直冒哦。不错哎，好吃。是你喜欢吃炒面吧？对，我喜欢有味道，日本炒面。面体偏硬，肉片也给不少。我喜欢硬硬。油淋炸鸡咖喱饭日币836元，调味就很日式咖喱，带点微辣。一口炸鸡，一口咖喱饭，配上甜甜的酱瓜，很喜欢，好吃。发现中午买的起司蛋糕布丁还没吃，当饭后甜点吧。酸耶，你看，对。啊。哇，好气死！起司味很重呢。好气死！你好。哇，用烤鸡饭，好吃耶！好吃哎！后悔没有买2个。好好吃哦！开心满足的一天。回到十字街等车回饭店啦。十字街站这里非常适合街拍路面电车哦。今天出来玩了一整天呢。我们的车子来咯。
就这样啦。今天要离开函馆了。好天气，心情就是好。到函馆车站搭车前往登别。提前划位好了。搭北斗号快车。北斗号的车头有北斗七星呢。一早先补充一下咖啡因。早餐时间。山崎面包的栗子奶油甜甜圈。超期待的，果然没有失望，超级好吃。甜甜圈外皮加上栗子泥奶油，完美的绝配。昨天下午超市买的巧克力螺旋面包，这个巧克力也太浓郁了，好赞！经过大枣胡萝。再来是我们来日本必吃的酱油团子，这次买3种口味，一次满足。红豆泥、经典酱油、黑芝麻酱。没吃到这个就感觉没有来到日本。抵达登别。车站有纪念章可以盖，可爱。登别温泉地狱湖。登别站是一个很小的车站，门口有只熊的标本。往登别温泉的巴士站就在车站门口，班次也不少，很方便。同个地方也有计程车站，车资也不算太贵。搭到车啰出发。遇到往登别温泉的引路红鬼螺，中途会绕进忍者村的门口，这里预计明天会来玩，是个很有趣的忍者主题乐园哟。看到今天的住宿点登别万事阁了，就在登别温泉巴士总站旁。先来去放行李。大厅有温泉区的地图。离开饭店一出来就是温泉区商店街了。先跟大根鬼金棒合拍，到处是鬼金棒呢。灵汤鬼张像，透过温泉疗效，祈求无病息灾，百病痊愈。商店街不少家纪念品店。
进去晃晃。饼干区，这盘子好可爱哦，尤其是它的眼神。小朋友的浴衣，纪念 T 恤，种类不少页，也有不少熊相关的饰品。当然，鬼也不能少。土灵，鬼的土灵，不是土灵，它好重。抱熊的爱奴族阿嬷，来去温泉区的游客中心看看。门口这个灯别鬼念佛很可爱。游客中心几乎都有纪念章可以盖。泡汤的鬼，里面也有不少鬼公仔。来去便利商店 Cycle Mart 外带午餐。猪排冻，这家超商的热便当非常好吃哦。再多带一份炸鸡，自己盖盖子。晚餐有大餐，中午不要吃太多了。饭后甜点不可少，饭后水果、蒸毛厅产西洋梨，饮料也要。路上遇到象征之鬼，恋爱成就，身边跟嘴巴被塞满满的零钱呢。零用钱，就是他们的零用钱，很可爱啊，全部都是。我们大气一点，给个10元。看到熊牧场的指示牌了，先来去坐缆车跟喂熊。缆车站在山坡上，要走一段阶梯，路上有小熊标志陪你。加油！剩88公尺了。剩70公尺。小熊标示很用心，也很可爱呢。还有一半。我们已经爬了一半的全部，很和服的那个米字星的那个。快到了，剩25公尺。指示牌旁边长满菇菇。终于走到了。熊牧场的入口往这边。到了。是小箱体的缆车。门口有熊牧场的介绍。一进来就是一个纪念品贩售区，就算没有要坐缆车到熊牧场，也能好好买纪念品。又出现2只熊标本，满满的熊布偶。熊牧场限定手帕。这个熊家族图案真的很可爱。最有名的熊与鲑鱼木雕，有好几种尺寸，还有精致版本。买好票准备上去熊牧场咯，门票含来回缆车，2800日元一人。发现爱奴族的小屋。天气这么冷，赶快进来烤火一下。坐缆车前也是有些造景让游客拍照，是假炭火啦。到缆车处了。
有山顶的天气资讯参考，让你坐缆车时有心理准备吗？一旁挂着鲑鱼竿，是爱奴族的特色吧？上来之后突然加速冲出去了，吓死我了！我跟左边的熊一样的心情呢。可以看好远哟，快到山顶咯，抵达。往右边顺路。熊牧场园内地图。在喂熊。小熊区旁的小熊拉车，可以坐上去拍照。小熊区的小熊全部在睡觉。先搭手扶电梯来去巨多乐湖展望台，已经可以看到咯。圆圆的巨多乐湖。巨多乐湖是个火山口，据称是日本最清澈的湖泊之一。这里可以看好远呢。跟小熊们一起瞭望，一旁有望远镜可以看很远。也可以看到晃别与救别月。熊博物馆内也有纪念章，这里好多熊标本。还有关于爱奴族的物品介绍，也有餐厅可以用餐。使用点餐机购餐。早知道这边有餐厅，就不用带餐来这边吃了。山下买的午餐还是来吃一下吧。猪排跟饭是分开的，要吃的时候倒下去。炸鸡块很不错，凉掉了也是外酥内软，也保有肉汁。这个猪排冻调味的非常好耶，完全不输餐厅。吃饭时看到小熊们都醒了，好动贪玩的小熊们很可爱。来熊牧场的重头戏当然是喂熊啦。好，就7号，一整包，感觉像饼干一样。先来去第一牧场，会招手要饼干耶，他会举手，而且超厉害哟，很会接。还要要丢大力一点。一旁的乌鸦也虎视眈眈，要吃啊？还要吃吗？也会抢着吃熊饼干，一口吞。直接最重。天师也走过来了，天师也走过来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
真的好厉害！好厉害！哇，棒！也要喂一下旁边的。第一牧场往下看，可以看到第二牧场，好多人。第二牧场里的熊全是母熊，母熊的头好像比较棕色。也是很会接饼干。往观熊走廊前进，他们又出现了。这里可以近距离看到熊。将饼干放到管子里，然后推进去喂熊，一瞬间就会被吃掉。来给他看。它的头好大。近看真的魄力十足。爱奴族商店也是纪念品店啦。爱奴图腾筷子，爱奴木雕，咬鲑鱼的熊木雕，购物袋，超小只的熊木雕吊饰，真可爱。挑一只。1200円ですね。はい。熊手不求人。何個でも借りて。这里可以免费体验爱奴服饰，一旁有爱奴族的生活体验区。爱奴小屋，带大家进来看看，里面蛮大的。里面蛮大的哎。他们家长香菇，真的是画错重点。不可以乱吃哦。应该是有避。有个架高的小小屋，是放食物的储藏室。这样才可以冲感。这里一直听到爱奴阿嬷在唱歌。最后这里有间大的爱奴房子。什么芦草吗？因为那个是里面说是放置了爱奴族的生活用家里具。有开。好酷！一样有个。这艘船好长。哇！哇，这艘船好长哦。他说可以脱鞋子进去哎。说可以脱鞋子进去耶。那不客气了。屁股卡住了。哦，好重哦。桨超级重这哪的。划得动？只有几个人，才有办法划。这边都没有游客，大家可以来玩得很开心。还特别有女生用的小刀叶。另外表演区也有演出，会请游客帮忙将食物藏起来，让熊去找出来。嗅觉超灵敏的熊一下子就会找到，食物都是逃不过我的鼻子啦。好吃好吃。这里也有，这里也有。这边可以近距离的看到熊。
虽然表演有点无聊就是了。离开前到缆车站旁的贩卖部看一下卖什么。熊牧场的比赞熊自有品牌点心，熊出没注意相关商品。小朋友的小熊出没注意 T 恤，好可爱呀！各种祈愿鬼金棒，想要买一个好了。熊掌钱包，咬鲑鱼的熊布偶，这个好看耶。也有小只的，那种这只看起来像海豚，像鲨鱼。它是鲑鱼啊，它为什么看起来像海豚？咬各种食物的熊指那个正，抱着各种食物的熊钥匙圈。哈密瓜。熊牧场的比赞熊缆车磁铁。看不上。下山的缆车站遇到熊站长，上车。再一次加速，吓死人了！为什么要这样子冲？这个都是枫叶，所以秋天来应该很漂亮啊。到山下啦，离开前也有拍纪念照的点了，其实蛮用心的。路上有展示一艘超大的小船，是爱奴族的海洋交易船，可以放不少货物哦。小熊们不要抖罗，已经结束了。下山啦，往登别地狱谷前进，沿路逛商店吧。味全堂，这家好多东西哦，各种木雕。爱奴族的尼波波人偶，奇妙的不倒翁。有够高的，这个也很可爱。在登别鬼系列商品另不能少。这个轻轨布偶好可爱哦，鬼存钱筒，鬼七福神，各种鬼摆饰，鬼磁铁。我想要这个登别的指路鬼，是 Deco 的公仔。其他特色商品，爆酒的熊木雕，这个是最大的，也有中的、小的，好棒哦！耶！意外买到指路鬼公仔，开心。玉川本店。这个也是很大一间的纪念品店，带大家快速浏览一下鬼系列相关商品。
鬼挂饰、鬼面具。我是觉得这个比还好哎。好，各位，我去那边买来吃哦。这个跟前一家店的轻轨是一组的业，隔壁就是登别温泉的名观光点研磨堂。平常是白面阎王，审判时会变成红面哟。晚点再过来看他变脸。路上经过汤泽神社、鬼池念佛鬼像，跟轻轨合拍一下。红鬼也要。登别温泉的明地标哦，看到停车场就快到地狱谷了。到游客中心看看，没有纪念章，转个纪念转蛋。是登别的忍者村。忍者村。再投一次，我想要登别温泉的阎王。阎王，阎王，怎样？他是要这样子朽木场这样子吗？赌性坚强。再一次。阎王，这次好，不错啊。终于阎王了。也。泡汤鬼与阎王这个可以。刚好是这次来登别的3个会去玩的点，3个愿望一次满足赞啦。到咯。登别地狱谷，离上次来这里有5年了。这里因为火山地形的关系，寸草不生，有刺鼻硫磺味，还会到处冒烟。一幅地狱景象得名。悟道下有一个祠堂。供奉药师如来，祈求大家身体健康，不生病。发现河床有一只虾夷鹿叶，下面是分隔阴阳2界的三途川。冒烟冒很大哦。走，我们下去近距离看一下地狱谷。不可以翻过步道哦，因为里面还是有危险性的。这些都是温泉水液，都还冒着烟。
步道的终点是这里，铁泉池周围都是矿物质，好白呀。是间歇泉，之前会周期性喷发，现在只有一个小水滩，希望之后能恢复喷发。先离开，晚点再过来。温泉区开始点灯咯，路边出现一个冒着大烟的地方，一整个腾云驾雾的感觉。泉源公园，这边有一个间歇泉。每3个小时会喷发一次，超震撼。公园小小的，由巨大的汤鬼神酒精棒环绕一圈。超级震撼的。回到登别万事阁办理入房咯。饭店还是使用老式的钥匙开门，好有仪式感哦。房间很大耶，温泉饭店都会有的迎宾点心。休息喝茶区，夜幕降临咯。机会难得，再来去一趟地狱谷。晚上点灯后很漂亮哦。整条步道都会点灯，绵延到地狱谷之中。登别地狱谷鬼火之路。亲身到此体验非常的震撼哦，影片真的只有现场感受的1/10，大家有机会一定要来看看。饭店的贩卖部很大，逛逛看有什么可以买。这个看起来好吃，柿子干羊羹，好特别。
薯条三兄弟，先签订的。登别可颂根薄饼，地瓜饼干，登别温泉果子，其实就都是伴手礼饼干啦。这个酥饼看起来好吃，这个蛮有梗的。对调味粉很有兴趣。一味粉，蜜丝饼。这个包装看起来不错。结账结账。在旁边发现万事阁也有自己的纪念章。噔噔。回房间发现床铺好了耶，东西放着。来去饭店的餐厅吃晚餐，登别万事阁的晚餐是自助餐。餐厅很大耶，免费的饮料只有无糖的茶类，这个比较可惜。凉拌酥肥鸡肉与秋天蔬菜。茄子蔬菜白带鱼，牛肉萨摩芋冬粉烩年糕，凉拌猪耳朵与小干贝，柚子蒸猪肉香菇，万能葱与辣椒白萝卜，亚洲烤鸡肉串，北海道啤酒炸物，炸物的3种酱料。淋香菇烩汁的炒饭，炒饭可以淋上这边的淋香菇烩汁。秋天的蔬菜鸡肉饭，蔬菜汤，香菇奶油白酱意大利面，干炒香肠意大利面，意大利面酱料与起司粉。玛格丽特披萨，鲔鱼栗子和风披萨，北海道牛排，沙拉吧，沙拉吧的酱料区种类不少哦。焗烤马铃薯，这个好吃。蜜糖地瓜与南瓜，炖蝶鱼，煮芋头炸豆腐，这个我蛮喜欢的。炸虾天妇罗与蔬菜天妇罗，天妇罗蘸料，鲔鱼、乌贼。鲑鱼、生虾握寿司、综合生鱼片、南瓜乌龙面，配乌龙面的炸蔬菜、葱调味料，乌龙面汤汁。这个是爱奴族乡土料理。虾夷鹿肉丸子汤，这个是爱奴族的特有料理。爱奴族的玉团子，鲑鱼烩秋天时蔬，炸梭子鱼，萝卜丝与柚子味蒸烧，香菇咸派，番茄海鲜汤，白饭与味噌汤，热腾腾的白饭哟。各式面包区，油棒浓汤，配浓汤的干燥面包块，红酒炖牛肉，生奶油，秋野菜南蛮子，各种小菜，
凉拌煎鱼，凉拌青鱼，这个有点新。南瓜慕斯，甜点区。冰淇淋柜，另外还有小朋友 DIY 专区，真的很贴心。巧克力瀑布，日式炒面，炸薯条，拉面 DIY， 苹果双麒麟，第一轮。第二轮吃得很满意内，干杯！绝大部分的料理调味都非常好，食材也都很新鲜。这个爱奴族鹿肉丸子也还行，鹿肉没有特别的腥味就是，汤头还不错。最后就用红豆麻薯汤收场了，很烫呢，好好吃，超级幸福的啦！吃饱饭洗完澡来去逛温泉街啦，冬天来配上下雪的天气一定很棒，很多人都出来看阎王了，准备开始审判咯，变脸咯。我发现我家小侄女真的会吓到目瞪口呆耶。表演的时间很短，下子就变和善了。其实音响出力很够，蛮震撼的啦。晚上很多店家都关门了，味全堂还开着。看完阎王，很多人都要回饭店休息了。够牛了，等一下。穿着温泉饭店的浴衣逛温泉街，这真是小时候看动漫时的梦想呢。5年前来登别时，因为赶着下山的车班，当时就决定有一天要来住一下登别的温泉饭店。这次终于如愿以偿咯。这次分享到这咯。明天要去伊达时代村与札幌帝王蟹吃到饱，开心的拿着登别万事阁的早餐券。万事阁的早餐也比一般的商务饭店优秀。先来点沙拉，法式长棍，这个超好吃，抹酱的种类很多。蒸蔬菜，蒸蔬菜的酱料，凉拌尾鱼，棒棒鸡沙拉，炸米香，可乐饼与中浓味50特酱包，北海道形状的煎蛋，培根意大利面，小热狗。小包装的纳豆，配纳豆吃的海苔，炖煮小芋头、红萝卜、香菇、蒟蒻，马铃薯炖肉，煮萝卜干，炸洋葱鱼板、烤鲑鱼，玉子烧。
盐渍乌贼有点腥，明太子凉拌茄子，焗烤马铃薯这个好耶，可以再加一点起司粉或橄榄油。荞麦面，荞麦面汤，爱奴族的乡土料理就是蔬菜鱼丸汤，来一点。麦饭，谷物粥，白粥，番红花海鲜烩饭，早餐面包区，汤豆腐，汤豆腐的配料，早餐的小菜区，就是喜欢日本的米饭，温泉蛋也是必要的。甜点区，干杯！温泉蛋就是要配白饭，很可以。再来个高阶吃法，加上明太子，满足。对了，这个日式早餐咖喱也很好吃，吃饱饭可以来去好好玩咯。搭公车离开来去登别伊达时代村、三爱病院登别伊达时代村前站或中登别站下车都可以。有些公车班次可以直接坐到时代村门口，我们这班车没有直达，所以要走一小段路到时代村，不会太远，当饭后运动吧。地上捡到一颗橡石，奇怪，附近只有这一颗，大概是松鼠掉的。直达巴士会直接坐到这里，来去买入场券，门票一个人3300日元。告示牌上有剧场的演出时间，时代村的地图。纪念章当然不能少，满满日本风情。带了一本，我想要一本厚厚。都没人呢。高等学问所，原来就是学校。消防水箱，消防工具，又看到剧场的公布栏，刚好赶上忍者在的演出，赶快来去看，一开场就来刺激的。动作的演出很帅气耶。马上有人被杀了，要凸显坏人的强大。五角群出现，遇到坏人也是要打一下。也有一些搞笑桥段。撒狗血的剧情也是必备。
现场超级震撼耶！救星出现了。集众人之力，终于干掉坏人老大了。现场演出超级有临场感的，大家有来要准时到场感受。人潮变多了，来去片仓小十郎屋夫。日本时代剧的摄影处，这里有日本刀的相关资料展出，从原料开始的制作过程介绍，如何从最基础的锻造开始。每个步骤介绍，小锤子，最后锻造成一把日本刀。在里面一点有可以让游客拍照的场景，刀子部分有内凹，可以拍错位照片。后门出来可以纳凉。时间差不多了，来去看忍者巫夫的表演。这里主要的表演环绕在这个机关屋，打斗外还会运用闪灯营造胶片慢动作的感觉。依旧帅气的动作演出。灯光打得很有日本时代剧的感觉。我觉得门票光看剧就值得了，演出完后可以与演员合照哦。はい、ありがとう。又发现纪念章，来去玩设施，忍者怪怪迷宫，走着会被录下去了。有纪念章。给爱。画中的忍者有10个，但只看得到5颗头。
小心地滑。这里是个斜坡。好晕。整个房子是倾斜的。好晕哦！太晕了啦，不行。会往一边倒，很难走路。超晕的。终于走过来了。再来是一个地窖。地窖，好晕哦。有一个假阶梯出口，其实是个3D 立体画。把手伸进去，门就会开。解开了，接下来门会开。好，门本来就是开的。其实门一直没有关，大概是电动门坏掉了。接下来要开对门才会有出口。还钻过去，那样个。也不是。3个我还在选错。耶，我猜对。这个吗？又来了，又来了。啊，又出现倾斜屋了。一球。真的好晕呢。哎呀，又斜又黑。很晕，很晕，太晕了。这个角度大家比较能看得出来房子的倾斜。搞定。哇，好恐怖！接下来进入一个黑漆漆的长廊，地板还会转动，很难站稳。出口到了。我不出来了。晕。好晕啊！好玩，小朋友会玩得很开心吧？弓箭、手里剑体验到场，花500日元可以体验真实的手里剑。好，试试看。拿着。会有教学。哦。全金属，拿在手上很沉叶。嘿嘿，第一发就射中了。正中中心叶。超酷！工作人员都惊叹我是真的忍者吗？其实有点难。力道真的不好拿捏。得到奖品。
等值500日元，可以在商店购买物品。金要得到券呢？这个难度有点高金券远，呢？决定不花掉了，收起来当回忆。江户村民的住宅长屋，上面有门牌，写着住户名称。走。进去看看。小小的房间，这家卖糖心子，另一边是铁匠。卖刀子的。继续往前看看。茶馆是吧？茶屋吗？不是啊，那不是茶屋啊。刺青师。我那是平这是纹民街。身师，这个是艺能师啊，就是伞匠。做纸伞，做雨伞。今天外出中不在家。哈，还有不在家的。不在家的，这个是三味线那个。生气鱼太小吗？最里面有个大家共用的水井，三姑六婆在这里打水、洗衣、聊是非，旁边还有茅厕。最角落是一个小小的神社，破破的，很古朴。接下来去一个比较华丽的地方，日本传统文化剧场，百花缭乱。剧场一开始主持人会邀请游客上台，请他参与演出，会看将军角色。一些前置表演后，华丽的花魁出现了。花魁与将军的互动，还会帮他拍一下纪念照，超级贴心。一些互动的演出，这位朋友也是超级配合的，赞啦！也有一些小游戏的环节。最后艺伎们当然要好好的表演一下咯。将赏金用纸包好，丢上舞台，体验江户时代的打赏文化。最后依然可以与演员们合照与互动。妖怪吓我一跳小屋。走，看妖怪。按一下开关，就会出现妖怪。雨伞怪。长颈女。もうこんな時間。哈哈，很可爱耶。这里面有对叶子跟那个钱，叶子和钱。狐仙，叶子变成金币。有。啊！救命呀！被大蜘蛛抓走了。
好。波斯庙出现神烧现象了。呵呵，有个莫名的喜感耶。看来最后是合同。吓死我了！真的是妖怪，吓我一跳，小乌呀！猫咪寺庙，千猫寺，供奉超多猫咪的。旁边有台机器，是个牵运机。终极看来还可以。接下来到寺庙内看看。一进来看到灯在摇，是个很黑的地方。哦，有个巨大的猫眼跑过去了，吓一跳。原来是鬼屋呀，满满的猫妖呢。猫妖哎！我在吹气耶！猫爪。气氛营造得很好。地板上，下面。会摇，整间房子都在摇，站不住了。没跟你摇，拜拜，拜拜。其实没有很可怕啦，蛮好玩。发现来校外教学的小学生不敢进去吗？真可爱。逛回商店街区了。片仓史料馆，里面一些文物资料的展示。对面有一家餐厅。满腹亭，餐点不算太贵，还算佛心。点心的价格偏高了一些。宝莱坞是一家米果专卖店，比脸大的鲜贝，进去看看。枝豆鲜贝、乌贼鲜贝、芥末鲜贝、咖喱鲜贝、乌贼鲜贝、黑糖米果、生姜米果，这个看起来不错。时代村海苔粉鲜贝，时代村七味烧鲜贝。时代村特上海苔鲜贝，这个看起来也好吃。
买了。准备离开时下雨了，还好有卖忍者轻便雨。图案不一样。拜拜，因为要赶车，时间不太够，但我玩得很开心。时间没有遇到直达门口的山里面的忍者，只好走到大马路上等车。搭车前往登别车站。好，来啊！车站很近，不用10分钟就到了。前往札幌车站。札幌车站的纪念章：玉米与牛奶。慈济台。今天的住宿饭店在风水博野站4号出口旁，香铁 Frieza in 札幌风水博野。房间很新，大小也不错，有个小沙发。日本有不少饭店的新式设计，就是这个，行李可以放置在床铺底下，很方便。来去晚餐咯，在饭店附近的螃蟹吃到饱难陀，每人9000日元，限时100分钟。有一整柜的牛肉与其他肉类。最主打的这个黑毛和牛肉质很棒，这个推荐。牛肉后面是其他腌制肉品，接下来有一些其他肉类，猪肉、鸡肉、牛排、牛舌、香肠。帝王蟹脚天妇罗，这个可以直接吃，不用烤，非常省时方便。北海道的活扇贝一定要的，超级大颗。接下来有红虾、活鲍鱼、北极贝、响螺。好，很大只哎，活着啊，看看。有一区生冻帝王蟹，蟹肉鲜甜但偏咸。熟冻松叶蟹腿也很大只，然后是满满的帝王蟹腿山，很有诚意。熟冻花蟹，这种螃蟹的蟹膏特别多，特别鲜甜。毛蟹与称为肚蟹的梭子蟹。一旁就是甜点区。我们昨天那个也是。再过来是炸天妇罗区，会一直陆续补上。最特别的是这个真蟹肉棒天妇罗，握寿司的食材也很大气，鳗鱼、新鳗、真蟹肉棒、大干贝。另外这个盘装的一人只能拿1次，先拿1份吧。味噌汤、蔬菜与沙拉吧、冰淇淋，时间只有100分钟，用力给它烤下去了。帝王蟹脚真的很大只。海胆寿司，北海道的海胆没理由不好吃。另外，北海道的芦笋也很有名，很鲜甜。人生第一次帝王蟹脚一口塞，当然肉质鲜美程度比不上新鲜活帝王蟹，但以这个价位吃到的品质，真的可圈可点了。
要抓紧时间开吃了，时间很赶的。店内有很多是外国团客，主要做外国人生意吧。网络上的评价两极，但我吃完觉得很对得起它的价位了。从饭店旁的风水博野站出发，今天要去小樽玩一天。先到札幌车站换车，搭开往荣町的列车，2站就到札幌。抵达札幌站，当然先盖纪念章。这个章好漂亮呀！在札幌车站里面有名的三明治贩卖机刚好来补货，大约有20种品类的三明治，会有选择障碍哦。35，马路购物车。OK。买了一个咸的，一个甜的当早餐。出发。火车上的早餐。炸猪排三明治。猪排蛮大一个的。很好吃耶，猪排是炸汉堡排，这个可以，蛮划算的。日本很有名的水果三明治，微酸微甜的罐头水果，加上润口的鲜奶油，可以想象的味道，但还是好吃。看到海岸线咯，这表示快到小樽了。人很多呢，是个热门观光城市。今年是小樽车站开业120周年。车站大厅很漂亮哦。小樽运河纪念章，小樽车站开业120周年纪念章。车站门口的中央通可以直直的看到海边。小樽车站也被列为北海道遗产。出车站往左边走，一小小段路。就会到小樽有名的三角市场，这里有不少海鲜与人气餐厅，这里也有卖水果、鱼干、各类干货、帝王蟹、毛蟹。这家帝王蟹超大，扇贝、牡蛎、北极贝。鲜鱼食堂的位置开始出现排队人潮，海鲜冻的种类也不少，平价到高级版本都有。武田鲜鱼店这边人更多。
再往前还有一家龙波食堂。这个是有蛋的，海胆腌制鲑鱼卵，他们这自己腌。拿出来而已。从中央通往运河前进。日本的肯德基，在地上发现超小颗的松果。第一次看到这么小颗的，这个水沟盖也太可爱了。北海道赤井川村山中牧场。卖牛奶与双麒麟的店家。怎么能错过呢？浓郁的奶香外，还有一股起司的味道。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牛奶双麒麟了。到运河前会先经过游客中心，门口有消防犬文公的铜像，还有人帮他围领巾呢。进去看看。你看，里面有一家贩卖部，这个之前买过，很喜欢。爆蛋飞鱼甘露煮，好啦，调味甜甜咸咸，而且连骨头都能吃。不同的牌子各挑一尾。叫大鹏的卡哩卡哩，花枝烧的那一家。付钱。游客中心过个马路就是小樽运河咯，一来就看到游河的游客了。往前草桥方向走，这条就是小樽运河最有名的打卡点。沿路有好几位街头艺人。
海鸥很喜欢站在这些路灯上哦。这景象还被官方做在宣传图片上。9月底的北海道还有24度呢。在浅草桥上发现运河里有鲑鱼，第一次看到，好大只的鱼呀！这里也有一间游客中心。日本人的纪念章真的很漂亮。日本纪念章太多了，这趟旅行已经盖第2本了。在里面买瓶小樽啤酒试试。妈妈，你要去洗手吗？气特别足。游客中心外面开满牵牛花，好久没见到牵牛花了。那是果实吧？哦，你要这个是果实啊。漂亮的小樽运河水沟盖，浅草桥斜对面是小樽出把小路。这里是个怀旧氛围的小吃街，进去看看。这一区是个美食街，里面不少餐厅、点心小吃。买个点心好了，酥炸长薯条。现炸的，超香。马铃薯泥炸出来的长薯条。北海道的马铃薯真的是好吃，不过它盐巴撒太多了，咸，甩一点掉。附近有一家小樽邮局，来去寄旅游明信片回台湾。写好咯，3张明信片，国际邮资210日元。1张明信片寄回台湾邮资才70日元，好便宜，拿到门口投入邮筒就好咯。继续往芥町本通商店街前进，小樽大正消子馆。小樽的玻璃加工很厉害，各式超级漂亮的玻璃水杯。是不是超美的？后面出来后还有另一个门市，这边以饰品为主。
细加工很厉害。这里的耳环、项链都超美。这些是戒指，超大一颗，戴在手上会到处卡东西吧。彩绘玻璃的台灯也很美。这个我看第一眼就好喜欢。这个不是，这是不是这个啦。脑波弱？马上戴起来开心。这边看不到。肚子饿了。拉面利久亭。这家非常的古朴，有老师傅现煮的餐点，餐点不贵不花俏，但味道一级棒。不过位置很少，餐期要来吃需碰点运气。等餐时间继续玩我的新欢。真的很美说，拍不太出来。来啰味蒸叉烧拉面，很香，有个镬气的味道。拉面稍稍偏硬，口感很棒。这个味噌汤头跟平常吃的味噌味也不太一样，很惊艳。另外点了饺子饭套餐，在日本煎饺是配菜，可以配饭吃。调一下蘸酱，辣油。现点现煎的，好烫。应该是高丽菜肉口味。柴鱼汤也好喝，加一点七味粉。这里有一张，我要吃一个饺子，那你要不要吃一点我的面？来试试煎饺配饭吃，就是它饺子。第一次这么吃，意外的还蛮搭的。最后留一点饭放到拉面汤里。懂吃，内行人超棒的啦！大家有来一定要试试。这家很可以，界厅本通商店街很大，拍照跟逛街都很适合。各式各样的店家超级多。认真的逛一个下午都不够。小樽音乐荷塘门口有个蒸汽时钟，每隔一段时间会喷蒸汽与播放音乐，是全世界最早的蒸汽时钟哟。进去逛逛。这家店超级大的，商品超多。有各式各样的音乐盒。这个珠宝音乐盒质感超级好，价钱也很可怕。相框音乐盒，往后洞走进来，空间感更好。超美的店家。
到2楼看看。小樽彩绘玻璃书签，这个手帕的刺绣图样很棒耶，跟翘二郎腿的熊合拍。还有3楼可以上去哦。这里超多吉卜力相关商品哦。小千的胖脸跟我好像。到2楼的前洞去看看。这边很多高级版的音乐盒，还有一个小模型展间，做得很精致哦。逛得差不多了，来去逛别处。音乐盒馆对面的童话十字路口长夜灯，遇到 Little 小尊阳果子铺本店的钟楼敲钟。回到界厅通商店街。来去知名甜点店北果楼。迷恋的爱情，牛奶巧克力夹心，北果楼最热门的年轮蛋糕，小樽本馆的限定商品，果树园的6月苹果蛋糕。4个质感扎实的棒蛋糕，写着限定能不买吗？沉甸甸的一盒。巧克力苹果，这个是蛋糕，小蛋糕。一元的。一元的。米果，巧克力米果，吃不用包装了。也带一盒妖精之声年轮蛋糕。在北果楼隔壁的是六花亭，这家的兰姆葡萄奶油饼干一直是我最爱，干燥草莓巧克力，这个好吃，干燥草莓白巧克力，3种口味巧克力条。六花亭的酒心糖也很棒，这个是新商品吗？我之前来没有。核桃奶油蛋糕旁边写机场没有卖哦，那当然买一份了。接下来就是心心念念的葡萄奶油夹心饼了，一定要买一份的。也有单个贩售，可以现场解解馋。乱买的开心。相邻的2家重点甜点店，来去北一消子馆看看。
北一萧子分店超级多。这家的萧子玻璃杯很厉害哦，超级美的，是不是？看了会很想要哦，颜色跟做工都一流，手感也超棒，拿在手上越把玩越想要。看到价钱我放回去了，对不起，我穷。还是有比较平价的款式啦，但质感就没刚刚的好。薰衣草甜。乌贼太郎本铺。比较特别的是天赋。Snoopy Village 小樽店，这里有好几个史努比相关商店，门口的史努比娃娃跟店家地图，史努比迷来这里一定会疯掉，商品多到会有选择困难哦。努比不老茶物限定。天色渐渐暗下来了，准备来去小樽天狗山看夜景，往中午过来的方向前进。发现柳月还没去，赶快进来绕一圈。柳月的3方6年轮蛋糕也很有名。秋天限定的南瓜系列甜点，人气第3名南瓜年轮蛋糕，人气第2的红豆奶油夹心。虽然都想买，但今天买太多甜点了，出现人气第1的了。买这个好了。该离开这里了，去天狗山了。走到旁边的中央巴士小樽艺术村站，
从这里搭巴士到终点站的天狗山。不会太远，几站就到了。巴士直直地往山里开了，抵达。小樽天狗山。往天狗山缆车方向前进。冬天这里有滑雪场哦。纪念章。北海道三大夜景的高度比较，天狗山最高。买好票咯。是大型框体缆车，可以乘坐20人。735 meters long from the foot of the mountain to the top, with 271 meters. 随着缆车上升，可以看到海边与整个小村落。山上也有自己的纪念章。天狗山，我这个要很用力，它盖到凹掉了。天狗山的天狗章。凹进去了。天色慢慢的变暗咯，城市开始点灯了。天色完全暗下来了，这里也有纪念品店可以逛。这个小天狗好可爱，我要。天狗面护身符，天狗面磁铁。没有天狗。超多天狗相关商品。2500。天狗的土铃。天狗面具。熊头磁铁，这个图案好写实呀。好写实的熊哎。买了天狗磁铁与公仔。这里还可以免费参观天狗之馆与滑雪资料馆。滑雪资料馆很多当年的滑雪相关物品。天狗之馆入口有个投影的天狗山小剧场，里面收藏许多天狗的面具。
日本全国各区的天狗样子都有点不太相同，北海道与东北地方的天狗，关东地区的天狗，中国4国与九州地方的天狗，中部跟近畿地方的天狗，原田彦大神。这里也有餐厅可以用餐哦。这餐厅有一点很厉害，就是可以边用餐边看夜景。很标准的日式咖喱，吃起来还行，就观光区餐点的感觉。当然比不上专业餐厅，但不难吃，配着附的酱菜一起吃超级搭的。鹿肉没有特别的腥味，咖喱味盖掉大多数其他味道。起司汉堡排定时。日本的汉堡排一直是我最爱的餐点之一，配着饭吃很不错。配餐的薯条好吃，北海道的马铃薯果然厉害。当然餐点也不算惊艳，不过对得起它的价格了。而且可以在这里一边看夜景一边用餐， CP 值算很高咯，基本上算是个很美好的体验。天色完全暗下来了，这时的灯火看起来特别的亮。出来外面摸一下天狗的鼻子，这里还有一个天狗山神社。晚上太黑了，看不到东西了。旁边也有户外的景观区，准备下山咯。从缆车上看夜景跟山上看感觉不太一样，灯火看起来会特别近。看到山下的缆车站咯。晚上的小樽运河也有另一番风味。远远看到水面有动静，原来又是鲑鱼呀，超大只，是鲑鱼王。晚上这边都没有游客呢，逛起来好舒服。随时都有海鸥站在灯杆上夜。另一边的运河灯火通明的，原来刚好遇到园游会，沿路挂满灯笼与小贩。
今天就分享到这咯。接下来我们要去参加札幌大通公园的秋季丰收季。今天我们要去札幌的大通公园，因为离饭店不远，所以就走路过去，来去看一下札幌的秋季丰收节园游会。听说是一个非常盛大的美食活动哦。天气不是很好，阴阴的。到札幌电视塔咯。这个电视塔就位于大通公园内。整个大通公园有13区，电视塔在第1区。先来去塔里面看看，发现奇特的贩卖机商品，是个可爱的北海道雪精灵瓶子的甜点，买个人气第1的看看。很可爱耶，看看是什么食物。原来是奶油，满满的奶油。没想到还能这样卖耶。买了草莓口味，很像小时候吃的奶油，中间是包了草莓果酱。鸟的肚子被掏空了，其实蛮好吃，就是贵了点。突然下起大雨了，这雨真的很大，躲到塔里逛逛吧。发现纪念章，札幌电视塔。3楼可以买票到观景台。另一边是一个卖场，电视塔的电视老爹拍照版。雨真的不小。有城市猎人的电影宣传 ，XYZ 留言板真怀念。电视老爹的娃娃很可爱耶。有超多电视老爹的周边商品，小磁铁，像三角锥的大布偶，马克杯，明信片，T 恤的样式有好多。真不错哎，这个简单粗暴，赞。小吊饰很可爱。铅筒，大吉，丰收的熊。这些口巾包的图案好可爱。这个木雕很厉害呢，肚子镂空里面还有一只小猫头鹰。有2种造型，是招来幸福的鸟。这鲑鱼娃娃等比大小耶。塔下面有地下商店街，外面下雨，只好来这边吃午餐。尝尝日本的麦当劳好了。去哪里找，然后都找不到。我觉得叫我做不去了，就这样。薯条味道基本上跟台湾差不多。日本特有的柚子胡椒美乃滋酱。鸡块味道几乎跟台湾一样，柚子胡椒酱普通。这个是限时商品，听说只卖到10月。炸虾子鱼丸，
日本的大麦克看起来做工比台湾的好，比台湾的好吃，用料比较实在。这个也是期间限定商品。空重，他说这个有层呢，那要跟他们家用50年。酱香味蛮浓的汉堡，快乐儿童餐，重点在玩具，不在餐。老板再10份。刚才不是喊肚子饿？吃完饭天气变晴了耶，整个大太阳。刚才的雨好像骗人的一样。电视塔门口的餐厅也都开了。虾夷鹿肉。大晴天的电视塔很美。往大通公园另一边前进，来去看看札幌秋季丰收季。宣传海报。从四丁目这边开始逛过去，这边是各式美食区。好香。
武丁木是北海道小麦粉制品相关美食区。六丁目是北海道饮食文化与在地食材为主题。七丁目就是日本人的最爱啦，999。八丁目主题是北海道各个地方特色美食。
九丁目是个让小朋友放电的区域，有许多小朋友的游乐设施。石丁目就是肉类天堂了。11丁目的主题是名店巡礼。他们最近撒谎秋季丰收节，我们整个绕完一圈了。回头来去找找自己喜欢的食物，发现也有在贩售北海道当地蔬果。马铃薯一直是北海道的强项，超便宜，只可惜不能带回台湾。第一次见到这种辣椒。北海道面粉椰，买一些回台湾好了。宜得利在日本也有投资观光果园吗？我就爱吉拿棒。买了奶昔加吉拿棒。
吉拿棒上裹着满满的牛奶糖球与炼乳，超级甜的，奶昔超好喝。这家香味惊人，啊，这是鹿岛。不知不觉就站在点餐区了，效率超快，一下子就拿到餐了。超级大根的，很大哎，又香又多汁的烤牛横膈膜肉，超级好吃的。真的很过瘾，再继续吃它一轮牛横膈膜肉串。这次也买了炭烤鹿肉试试。都跟你们打，分量不多，看起来肉质偏干，没有腥臭味，蛮香的。有富江米，口感偏柴，体验过就好，没有特别好吃，还是这根一级棒。又香又多汁，口感丰富又鲜甜。札幌秋季丰收节规模比预想的大上了许多，人潮也不是盖的。食物的价格也是大部分偏贵，但日本的朋友说时间到他们还是会去一游，毕竟也算是1年1次的庆典。今天晚餐我们来到李小璐这边，这里有一家汤咖喱的名店汤咖喱 Garaku， 餐厅在地下室，有卖他们自己餐点的转蛋窝，自家的调理包，自家的调味料，客人满满哦，想吃要早点来排队抽号码牌。点餐时先选主餐，然后选择辣度，想要辣一点要加钱。然后选饭的大小，建议选普通或加钱选大。因为汤咖喱偏咸，而且真的太下饭了。特别辣，所以才要加钱。饭是姜黄饭，除了鸡腿外，还有其他蔬菜增添清爽风味。汤头是大骨高汤加上香料做成的咖喱，口味偏重，配饭非常好吃。汤头浓郁，香料味十足，第一次吃着实令人感到惊艳。鸡腿煮得十分软嫩，难怪会有这么多人排队要吃这家。好吃。这个里面有香肠、蔬菜、培根、起司，炸鸡也炸得不错，酥脆的外皮，肉汁也丰富，
今天分享到这边啦，明天回台湾，顺便去逛超大的新千岁机场。今天是这次北海道之旅最后一天了，看一下象铁 Freezer 札幌博野饭店的早餐有什么。杂物区、烧麦，还有整尾的炸虾、沙拉跟早餐的小菜、松饼与早餐的面包、汤咖喱与配菜、叉烧拉面 DIY、竹轮、寻味棒、青椒天妇罗、来杯拿铁。这个抹茶拿铁好好喝，样式选择不多，但蛮精致，也是餐盘装满满呢。出国玩就是开心，干杯！自制迷你天妇罗冻，撒上七味粉更好吃。叉烧汤咖喱拉面，虽然是饭店早餐，但调味也是做得很不错。最后再把白饭倒入咖喱汤，真好吃！吃到整个餐厅都没人了。离开咯，准备前往新千岁机场。先到札幌车站转车，转 JR 快速机场号到新千岁机场。发现机场内有加好友抽奖活动，免费送活动有不少人参加。大奖有鲑鱼子，还有干贝。普奖红豆泥。新千岁机场包含日本国内线与国际线。整个航站是个非常庞大的商场，无印良品、Calbee、当场现炸的马铃薯片。北海道物产，这家有各式各样的北海道伴手礼，心心念念的奶油马铃薯。Caramel Kitchen， Glyco 第一间生牛奶糖专卖店，现场展演现做的生牛奶糖，喜欢牛奶糖的朋友不要错过，只开在新千岁机场哦。札幌东急新千岁机场小卖部。六花亭的酒心糖与葡萄奶油加新饼必买，
札幌农学校的牛奶饼干也超有名，纽约也有专区。这家店几乎可以把北海道的伴手礼买齐了。起司也是可以带回国的食物。明明199。种类非常多，看到都选择障碍了。喜欢起司的我们看了好久呢，很多台湾少见的品类，挑个几种买回家。保存期限不长，也不能买太多。这个很奇妙，整条的干燥玉米。North Shop Ito 有卖很奇妙的布偶，超大只的蟒蛇，想要。北之便当工坊 Canna 有很多高级便当哦。螃蟹便当更是被游客喜爱。北海道本铺这家商店卖超多北海道当地物产，各类水产加工品。鲑鱼子与海胆，高级蟹脚。这个鱼蛋甘露煮看起来不错，先买再说。店里超多北海道的酒类。买酒的客人不少哦，大排长龙的鱼板荣鱼板专卖店，每样看起来都好好吃，越看越流口水，买一些，买了好几个，晚点吃掉。纽约也有专卖店，没有买够的朋友这边可以再补货。这家有卖各式鱿鱼丝，分量不大，价格也不会比外面贵。还有鲑鱼干是北海道特有下酒零食。各式浓汤冲泡包，浓汤，这里也有柴鱼片专卖店，种类也很多样。岛之人，这我之前好像也有买过类似。这家有卖昆布鱼肉卷，好几种不同鱼肉的昆布卷。非常下饭哦，买个几片。买个鲑鱼的好了。发现奇妙的鲑鱼包包，肚子可以打开，里面怎么没有鲑鱼子？时盛 Valleys。宝可梦商店，经过这里时，请记得捂住自家小朋友的眼睛，不然会离不开这里。长得像小丑Airport Shop Showa 是家纪念品店，
小樽萧子。当然也有卖行李箱的商店。这款的内里好特别哦，美美的 Kinatoya 札幌农学校。这家大概是今天机场排队最长的店家了。发现大家都在排队买双麒麟，脑波弱的我们也跟着排了。自家的牛奶饼干当然也有贩售。苹果派看起来超好吃，买一盒吧。终于排到了。排这么久，买一只怎么够？很大一只耶，划算。来试试看看，味道超浓郁的，满满奶香。排队这么长，不是没道理耶。因为太大只了，还附小汤匙给你挖着吃。北海道的双麒麟真的一只比一只惊艳，苹果派的卖相也很棒。试吃看看。里面有卡士达酱增加滑润感，苹果超大块的，真的令人想一口接一口，很棒，这家店值得推荐。Craft Studio 这家卖很多北海道的工艺精品，雪之精灵相关商品，木制品相关，黄金梅，这个营养价值很高哦。耕人社卖水果与水果加工品，麝香葡萄、草莓、水果加工品。北果楼也有一整家门市呢。发现期间限定的栗子年轮蛋糕，嘿嘿。Nouvelle Vague Gâteau Chocolatier 这家卖很多巧克力相关点心。来到3楼，往国际线前进。北海道牛奶古早味蛋糕，知名甜点大师石口博起在北海道开的店，主要卖古早味蛋糕，台湾也称长崎蛋糕。比较特别的有这个干燥蛋糕块。干燥蛋糕裹上牛奶糖与其他口味的糖霜，一旁有厨房，看到现场制作。这一区有很多点心店跟点心工厂。再往前开始出现亲子餐厅，亲子歇息空间，哆啦 A 梦亲子教室，哆啦 A 梦主题餐厅，餐厅旁有个超大的哆啦 A 梦墙。来拍个照留念。
盖纪念章时，发现机场有收集印章换赠品活动，盖章点都有放活动说明宣传单。在机场内6个点收集12个纪念章，带我家小侄女跑一圈。机场内也有很多餐厅哦，这里可以逛一整天，不会饿着。找到3号点。2号点。6号点，全部完成。照活动 DM 所示位置来兑换赠品，一共有7种礼物可以选择。小侄女选了纸胶带。还有一个是什么？大家带小朋友来，记得收集印章换赠品哦。来去 check in 了。回程也是坐酷航波音787梦幻客机，这次故意挑选了倒数第2排位置，很好出入，上厕所不会跟别人挤，但要注意的是离窗户有点距离，不好看风景。最后1排的位置椅子不能向后倒，要避免选到窝。关灯啦，准备出发。再见北海道，这次也玩得很开心，期待下次见。再来看一下酷航的餐点，东方珍宝饭，看起来很像油饭，吃起来就是油饭，有香菇。栗子蛮好吃，腊肠，喜欢油饭的人应该可以接受这餐点，像我就很可以。黑胡椒牛肉饭，蛮香的，看起来就是微波食品哈。牛肉块不少也不小块。吃看看，牛肉的调味还不错，微波饭就真的不太行。这次的副餐点心是小饼干，2种口味，紫色好像是蓝莓，老实说不太好吃。飞机餐400多台币，很不划算，一点都不推。同样的钱，大家在机场吃好一点吧。飞行途中，机舱会放7彩的气氛灯，是蛮美的啦。不过彩度太高，眼睛会有点疲劳。降落前，灯光会恢复正常颜色。看到城市灯火咯。高度越来越低，准备降落桃园机场。平安归国，开心的北海道之旅。